个敦饰碗，啊，同样是明代的御窑啊，但是刚才那件是明中期，这件是明早期永乐御窑啊，明早期永乐御窑的一件大敦饰碗，体量算是比较大的，你看跟我的手来进行一个拿稳一点进行一个比较，体量口径是算是比较大号的，也算是一个经典的尺寸啊。那大家如果是略懂一些中国陶瓷历史的人，其实对这种永乐的御窑都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对于这种敦饰碗的造型，也是在整个碗类之中属于比较高级的，或者是可能算是最高级的一个造型。因为我们如果其实很简单，我们如果现在是来去查这个拍卖记录的话，那所有永乐御窑碗类的世界拍卖记录就是这种敦饰碗啊，直口的啊，这种我们所谓就很敦实吧，很憨厚的这种造型是世界纪录，就是这只碗也是在北京保利拍卖我们戴润斋的那戴润斋对这 JT 泰的那只我们卖了1400多万啊，1400多万，也是同样造型、同样尺寸、同样的一个，就跟我们手中这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件作品，戴润斋收藏。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件呢，其实也不输那件了，那个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纹饰，你看。也是很典型的折枝花果，中间是一个缠枝莲，然后四周呢是各式的这种三多纹，加上折枝花果，然后那一圈呢又有这个我们这叫什么纹啊？龟背，这叫什么？这叫锯齿纹是吧？啊，有一种很典型的这种伊斯兰风格的对辅助纹饰啊，外壁呢又是以缠枝的灵芝和缠枝的四季花卉啊，山茶花、莲花、菊花等等外壁的这种缠枝四季花卉来进行绘制。那所以说这件碗其实体现了不光体现了永乐盛世的当时宫廷的皇家御用瓷的一个风范和风度，那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的在明代早期那600-700年了之前的一件古物给大家所呈现的一种盛世感，一种辉煌感啊。这件东西其实拿在手里，它其实还是很有分量的一种感觉啊。底部呢是没有落款，因为永乐的御窑都不具落款的，但是它的修胎也是非常平整啊，胎质呢很细腻、很光滑，那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类敦饰碗其实我们相比来讲，我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展示另外的一个握足碗，那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就是胎质进行一个比较。这类胎质它会相比来讲，它的胎土淘洗呢就更加细腻一些那更加的复杂一些。那对于此类的这种重要的宫廷器物，它各个方面，无论是上釉、施釉、化工、苏麻离青的用料等等的综合的这种因素，都会就是反映出了这种东西的这种级别好，小心点，放进去。对。然后说完永乐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件宣德，这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宣德的一个握足碗啊。握足碗它其实这个器型呢是源自于这种伊斯兰的这种金属器化裁而来的。那我们没有这个底足，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它叫握足也是可盈握的、可把玩的这么一件作品然后它的内壁的绘画，就内外壁的绘画吧，其实都有很浓郁的这种伊斯兰的这种风格在它有一种异域文化的传承跟影响。之后的宣德时期，它这是有落款的一件宣德的御窑。这件作品呢，我们叫鸡心碗，也叫馒头碗它中间的这个碗内心呢有一个小小的凸起，其实挺别致的。那包括它的苏麻离青的用料也是非常的厚实，它整体的纹饰呢又非常具备这种异域风情整体品相呢也是比较好，整体釉光呢也是非常莹润。那其实器物就是这样，就是大家一定要有机会上手来感受它的。上手之后的给人的一种直接的反馈，它的釉光你抚之这个釉面，它给你手中带来的一种温润的一种感觉，包括它的重量和它的青花也好，彩瓷也好，它的颜色、它的质感
啊，给人带来的一种视觉上的一种享受，跟触觉上的一种享受。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收藏或把玩古董真正乐趣的所在吧。啊，那这件宣德时期呢，就跟永乐呢稍微的有一些不一样。那同样呢都是用苏麻离青来绘画，那但是说呢，宣德的釉面呢可能要比永乐的釉面呢可能要稍微闪青一些，稍微肥厚一些。那也就造成了，你看我们这件虽然是一件手可把玩、小巧盈握的一件器物，但是呢，你抚之它的釉面又给手的一种回馈是非常饱满的啊，非常的这种油润质感的一种感觉啊。蜀葵瓶哈，对。然后呢，说完明代器物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件，这是乾隆皇帝木骨之盛，对，一件我们非常漂亮。此次展览非常重要的一件清代器物，就是我手边期的青花，就是绘制如意哈，如意灵芝蜀葵，如意耳尊。这个小瓶子呢，其实大家看，虽然说尺寸并不大，但是呢，整体的造型哈，亭亭秀丽。那它的整体的脖子啊、肩部啊，包括底足，它这个3段的整体的线条跟比例也是拿捏的非常的精准。细节之处哈，我们可以看到这只瓶子它，首先呢，青花发色非常淡雅，它是完全区别于传统乾隆官窑啊，刻意仿永宣，以这种点染的方式来去仿制苏麻离青晕散和析出铁锈斑的那种绘画方式的。那它这只瓶子呢，其实我们如果是看到实物的话，它的青花的用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钴料，和传统的这种乾隆青花都完全不一样，它是有点刻意仿成画的一个风格来去制作的啊。因为蜀葵呢，它其实就是成化御窑上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纹饰，那包括它的一些辅助纹饰啊，包括一些灵芝啊，而且乾隆它是母骨，但是又创新，它不光绘制了蜀葵，它还绘制了一些蜀葵的这种叶子，然后呢，在伴以周围的这些巴洛克式的西洋的这种卷草来进行一个缠枝的这么一个绘画的处理，那所以使得这整只瓶子呢，既有西洋的韵味，又有中国传统的，甚至于仿明代的母骨的一个这种艺术风格在。那所以在一个瓶子之上，其实寄托了这个乾隆皇帝啊，这是参透古今，然后博览中西的这么一个集大成者的一个大家的一个风范吧。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说点白话哈，如果是我们看到这只瓶子的话，我们会觉得其实挺别致。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到大部分的乾隆的瓷器都是那种无论缠枝花卉，还是这种传统的那些花卉题材吧，基本上还是以仿永宣的居多，无论是雍正还是乾隆。那当我们见到一个完全没有以点染方式绘制的，完全就是以一个无论是仿成画也好，还是仿明代也好，它一个非常清新秀气或者是文雅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反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啊，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大小线条来说的话，它都是一件很难得的一件，应该是陈设在宫廷或甚至于可能陈设在养心殿的级别很高的一件作品。而且蜀葵呢，在古代其实被认为是一种忠心耿耿的一种花卉，所以也深受历来明清，其实从宋代开始就是宫廷非常喜好这种纹饰。对，如意耳它的制作也很别致还是希望有机会大家能来我们现场来上手这件作品嘛，然后底部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底款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大清乾隆年制的6字的篆书款也是烧造的日期呢，也是在乾隆盛世的时候，乾隆中期，它这种底款的一个典型的写法再给它放在桌面上，给大家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示。你看它肩膀这一圈的纹饰反而比这个身上跟脖子要稍淡一些，所以它设计的还是非常别致的。你看，你说镜头拉近了，你能够看得比较明显。它肩部的一圈这种叫如意的
这种缠枝如意纹吧，或者缠枝灵芝纹的这种青花的颜色明显淡于它腹部跟颈部的这个圈青花的颜色。那其实我们也就从侧面看出来，那当时的御窑厂工匠在烧造跟绘画这只瓶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别有用心的啊，非常别出心裁的啊，来去刻意的营造烧成画的一个艺术风格的这么一个完完全全的体现啊。也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啊，百中无一，甚至于千中无一的那一类啊，乾隆宫廷青花的这么一个立件啊，因为这种淡描的和同时具备啊明代风格与西方巴洛克风格的这么一类作品，它其实在市场之中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品相也是相比来讲比较完整啊。这一类作品呢，其实能存世到今天啊，是一件极其难得的一件事儿了啊。好，放过去。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这件吧，这个比较重要啊。然后呢，说完这个乾隆，我们再回归到说一说雍正。那我们此次展览的雍正御窑的一个作品，我们其实能给大家呈现出了一件，也是应该是近几十年我们在拍卖市场中都几乎没有见到的一个品种，就是我现在手中这件雍正时期的一个撒蓝地儿黄彩的这么一个折枝山茶花的这么一个大盘子因为其实这类盘子我们叫留白其实它的工艺叫留白，就是在撒蓝地儿上先留白，然后呢再在这个花上面再进行施一遍黄釉。那其实留白的工艺呢，其实也是始于永宣。那我们见过故宫博物院和各大公立博物馆的有存在和有收藏这种宣德的撒蓝留白的盘子。那宫廷呢，延续到这个工艺呢，延续到清代宫廷的时候我们雍正的这个品种我们也见过是花卉是白花的。那其实白花为主，但是其实这个品种撒蓝地儿白花的雍正的盘子在市面中也很少见。何况于这种撒蓝地儿黄花的了。那这一类呢，其实我们要顾名思义，它如果是花上，它如果是施黄釉的话，你肯定要多加一道工艺。就是工艺上来讲，和各个方面无论是它的做工它的设色都是非常强对比度颜色，就是它的蓝色跟黄色。我们如果放到当代的一个颜色对比学的设计的话，它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色。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400年前就已经参透了这种人的视觉视系在颜色上的一种视觉上的一种享受的一种设计了。所以他当时御窑厂工匠可能雍正时期都是唐英来去雍正6年以后对来去烧造的，或者是来去使烧造的这么一个品种，这也属于是一种仿古采金的一种品种。对，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底块是一个很标准的雍正时期的3孔花插因为上面出3孔嘛，顾名思义，它一定是作为这个花器来去使用的一定是在帝王的案头作为一个文房器来去使用的。你看它的这个底块也是书写的非常标准，是典型的一个雍正的一个篆书块。因为雍正它其实很少落篆书块，这样的雍正御窑都是楷书块，只有在一些仿古器上或者高级青釉系器物上，它才会落这种篆书块那也就的一个是通体所施的这个粉青釉它并不是很光亮的，它其实刻意的仿造了或者叫仿烧了宋代龙泉窑或者叫宋代官窑它这种青釉的一种文雅的或者是含蓄的如玉一般的这种釉面的一些质感温润的质感它不是一个像清代瓷器或者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种青花器它表面的釉面是很光洁的很光亮的这种是恰恰相反，它的釉面就是唐英呢在创烧我们叫这个所谓的就无论是铁骨采金对铁骨大官釉还有一些釉色它都是刻意母骨来去仿烧和
追赶或者叫追溯吧，它这是当时龙泉窑或者是南宋各式青釉窑口的一种温润如玉的这种质感。那我手中这件就是一个很典型，你看它是一个长口，我们可能也叫莲蓬口，然后呢细颈，那又是这种肚子又突然鼓起来，整体的这种器型看似呢其实是非常别致，但其实这类器型是非常难以烧造的，因为瓷器我们知道它入窑前跟入窑后它会缩水，它会有一些变化。那这种头所谓的脑袋比较沉，脖子又比较细，它这种非标准制式化造型的东西它的出窑率是特别低的所以说能够达到帝王的标准，而且呢还能够能达到御窑的标准，能达到皇帝喜欢的标准，那能够传世到今天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其实雍正呢，他是比较简单，他喜欢素雅的器物，上面开3孔即可。那这一类花叉呢，其实延续到乾隆时期，它就会变成5孔，然后呢身上呢会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浅浮雕的一些暗刻的一些纹饰在上面，加饰的一些螭龙或者一些复杂纹饰在上面了。那它的整个清代的带孔的花叉呢，其实都是源自于雍正的这么一个创烧的性的这么一个设计但是带孔的花叉，其实我们从很早以前的一些器物上，我们可能从12到13世纪的器物上，我们就能看得到其实中国古代文人对于瓷器。插花作为花器还是有很大的执着，或者有很大的这种作用在的。所以呢，这种对于文人的一种花式雅式因为花道跟茶道是不分家的嘛对于花道茶道的这种需求跟雅式的比如说在勤于政事之余，回到自己的御书房，那看到有这么一个小的花叉摆在我们的书案之上，上面用自己的这种方式插了几朵鲜花呢，其实他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改善皇帝日常疲惫心情的良方就是我手中的这件小巧可爱的这么一件小器物对，看看别的随便拿这个。然后同样是雍正御窑的粉青釉器，我们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件釉的一个盖罐那这个盖罐呢，其实在清代时期呢，应该是作为储茶为用但是呢，我们留存到今天这个造型的我们叫八方窝角，你看从这个角度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八方窝角，而且带圆盖的和双系的这一类小盖罐或者叫盖瓶，其实是非常罕见，应该是在市面上流通。现在目前不超过5只不超过5只梅荫堂曾经呢卖过1对卖了600多万，也是大概11年前成双成对的卖过600多万。那它呢这件呢，我们也是在整个雍正的青釉系的御窑里面，我呢从业那么多年了，也是第2次见也是很罕见的也是不多见的一个品种整体呢也是呈现出一种非常有韵味的这种粉青釉色，而且在它很别致的这种出棱的地方，因为它釉薄所产生的一个出金的效果，又给整个瓷器增添了一丝这种线条上的一丝韵味。我不知道大家从视频上能不能看得比较清楚，外加上它的这个双系在2个肩膀这个位置更给整个这种器型平添了一些韵味和。我们把这个盖子呢再盖上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这个造型就丰满了很多，是吧？这个也是在雍正时期年西窑的士学的影响下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达到了各方面的对称，对，使得这个中国古人所讲究的天地阴阳的平衡。对，然后我看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底款吧。整个这个雍正它的这种底款的书写方式也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正方框款，它是一个长方框的也因为雍正方款大家都明白是比圆款要高级那长方款呢又比正方款要高级。那其实长方款基本上我们见到的雍正器物之中呢是百里挑一的，没有太多的器物上能够见到这种落款方式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门类然后包括它的底款可能就是
随着它的底部的整体长方的八方的一个造型来去落的这么一个底块啊。所以呢，它其实在很多的细节之处，雍正御窑它的一些把握，都凸显了雍正皇帝或者雍正时期的御窑厂工匠对于当时制作瓷器的一种高超的一种对细节的把握啊。好，盖子。咸文瓶吧，咸文瓶。对，然后同样是雍正时期的另外一件御窑呢，也是颜色釉的作品。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呈现了一件很特殊的一个咸文瓶啊，它其实从上到下都是以这种深凹的这种弦纹来去装饰，而且呢，尺寸呢也算是比较小，不大不小啊。所以作为一个花器也好，或者作为陈设器来好，它其实摆在书案上，或者是花几上也是刚刚合适啊，刚刚合适。那这件咸文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属于无论是它的釉面釉色品种，还是它此类咸文的设计，通通都是仿烧或者有母骨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啊。因为咸文呢，我们可以一会儿给大家，正好我们此次征集了另外一件咸文的龙泉窑的一个咸文梅瓶，它其实与之对应。那这种咸文，它其实就源自于我们中国11到12世纪左右的陶瓷器啊，来作为一个灵感。那雍正呢，当时这个年窑呢，再去创烧它的时候呢，又有一些那个画材，那它呢把一些这种12、13世纪的陶瓷的品种和器型呢，作为了一个改良，更加符合了清代雍正皇帝的审美啊。那这件呢，就是我们眼前的一件很典型的一个器物。那它有一个小的盘口，那整个口又是平的脖子又比较细，那整体呢又成为一个略微往里内收的一个筒形的式的一个设计通体呢又以一个比较深凹的这种整体的大小呢，也是一个处在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尺寸尺寸刚刚好。所以这件我觉得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雍正皇帝对于母骨瓷、仿骨瓷或对自己对待陶瓷的，或者是对待古董，因为雍正皇帝也是一个对于古董收藏比较青睐或比较热衷的一个人对于古董的一个自己的一种独有的看法吧，或者独有的一种品味的彰显看看对，底块是大家看一下，这种修胎是一个很厚的一个斜削足，那有一种护胎釉，它仿那种紫口铁足嘛，仿烧铁足。那中间呢，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雍正的篆书款6字篆书款出现在雍正高级别的器物之上的篆书款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雍正的楷书款的这么一种设计。那可能篆书款我们现在分析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是出现在雍正仿古瓷上是吧，或者仿官釉、仿鸽釉的这一类仿宋的陶瓷之上，对花菇。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往前倒从乾隆说到雍正，然后再到康熙，也是一件颜色釉作品呢，就是一个康熙的一个我们叫月白釉，或者也有人管它叫甜白釉，延续了一个明代的一个称谓但是清代康熙时期的一个御窑的一个花菇。那它的整体呢，器型是一个仿古铜式的，你可以把镜头拉近点器型呢是一个仿古铜式的，因为我们可以见到商周的礼器那种菇类的和战国的无论是然后一直延续到宋代的一种铜器上，都见过此类菇形制的这种铜器出现。那我们还叫骨钉花菇，因为它不光是采取了花菇的造型，那上下呢也有一些小骨钉的
一些设计，很别出心裁。那中间呢，它其实特别别出心裁的地方呢，是它中间呢还刻意的留了一个十字形的这种范铸的一个纹，就是这种十字形的一个，就是当时铸铜所留下来的，当时没有办法才留下来的，当时因为铸造铜器所需要的这么一个工艺的一个痕迹，那在清代仿古铜的瓷器上也刻意的把它留了出来啊，所以呢更加从侧面说明啊，当时康熙时期的御窑厂工匠和康熙皇帝本人就已经对啊我们当时就是他们统治时期的宫廷的御用陈设把玩的瓷器与仿古造型结合的一个重要性了啊，包括上下起的3个弦纹也是非常的立体啊，我们用手抚之呢，它都比较拿手的啊。第一块呢是一个你看典型的这种康熙的楷书款啊，这个时候康熙都是有写楷书款的，而且这个康熙楷书款呢写的书写方式其实跟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那只雍正的茶叶罐其实很像啊，都是横向的这么一个写法。所以呢，我们现在分析时期烧造的比较成熟的康熙御窑作品。那这类花菇呢，我们现在市面中见到的分2种呢，一种呢是这种甜白釉，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更多见到的我们叫天青釉，天蓝，对，天蓝釉。天蓝釉呢，它是以这种很少量的钴为着色剂，也就是画青花的我们叫钴料，极其少量的钴料为着色剂，那作为颜色釉的烧造，它展现出一种天蓝的这种效果。那其实反而这类甜白釉或者叫月白釉的花菇，它并不是纯白，它白中的稍微反一点点发青、鸭蛋青的这种颜色，它其实反而呢是在整个康熙的这种晚期御用的文房器之中是少见的，是存世量更少的啊，比天蓝釉反之要更罕见啊，传世量要更少。所以呢，我们这次也纳入了我们颜色釉的一个展览之中啊，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吧。说说这几个笔筒吧，这个义乳山房的这些，看着挑吧，选这个哪几个对？然后我们此次展览呢，我们秋季呢，我们其实很有幸能够拿到一整批藏家提供给我们的一整批瓷器和一系列的黄花梨家具就是我们现在手中所看到的，这是我们一整批其中的一件比较精彩的一件作品，是一个崇祯时期的一个青花的一个笔筒。那这个我们叫义乳山房这个藏家义乳山房这个藏家呢，其实提供给了我们此次秋季这个展览之中呢，有很多件我们差不多20-30年没有露过面的，我们叫互出生货这一类作品。那其中呢，就包括我现在手中的这件这件作品呢，它其实区别于传统崇祯青花的这个点是在于它的工艺，对有这种堆白的这种剔刻，拉近了给大家看看，对，把一些莲花呀，包括这个露丝的这种生动的这种动态都给表现出来了。对。然后还搭配有诗文那包括它露丝的这个身形包括它的这种月影莲花的这种花瓣它其实完全区别于传统的崇祯纯平青花绘画的装饰来去制作包括这个露丝也是，它是反而以一种浅浮雕的方式来去展示的，来去装饰的。那这类瓷器其实在当时崇祯的时候刚制作出来的时候也是属于高级品种，对贵族可能才能享用的一个品种。当然它是一个文人用瓷了，但是这一类文人用瓷呢，它的烧造的成本在当时也是不低的，也是很高的，而且又是一个大撇口它的整体的绘画呢也是非常的精妙，包括它的山石，你看都是不同于
传统的一个门类，包括它诗文的像水竹居这个落款啊，也是可能这是一个当时的对大文豪所定制的这么一个作品，而且非常的别出心裁啊，采用了一些很特殊且复杂且昂贵的一种制作方式来去制作他当年所钟爱的这支笔筒啊，所以我们市面上所见过的大部分的崇祯的笔筒，无论是人物题材、花卉题材、故事题材，我觉得从工艺上来说，或者从稀缺度上，和从它各个方面造型啊、体量啊、文气程度上，都比较还是输于我现在手中这支笔筒了。而且同时呢，也是差不多20年到30年没有露过面。那此次呢是第一次为大家展示，第一次示人，第一次在市面上流通，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啊。好，慢一点哈。艺术山房呢，它这个笔筒的系列呢，还有另外一支我们非常值得一提的，也就是我现在手中的这支，同样来自崇祯时期的一个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题材啊。那这支笔筒呢，首先它体量是非常大的它整体的这个口径非常庞大，而且呢，外面的这个青花，无论是青花发色，还是它的釉面我们就是可以近距离展示的时候，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发色跟釉面呢，在同时期崇祯的作品之中，也是属于非常出类拔萃的一个质量然后呢，第三呢，我们再来去说它的绘画，整体的绘画功底也是非常高超的。你看这个月下的这个韩信在骑马扬鞭骑马后望，然后包括他人物的姿态、马的行进的姿态，然后包括他天上的这些北斗七星月影和他脚下的一些草木山石等等的一些动态感都被当时的这种工匠描绘的淋漓尽致再结合他深邃并且墨分五色的这种当时青花的这种用料，那其实显得整个的一个笔筒上的就犹如一幅手卷一样非常的引人入胜能让大家这个笔筒展示一圈之后，仿佛是就像看了一个电影一样，或者展现了一个很丰富的、很富有细节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呈现非常有意思。那把这一类笔筒呢，如果是置于书案之上，那我觉得应该还是对于整个这个书房也好，或者对于藏家的一个整体的精神上的一个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非常大的吧。这底部也是一个呈现出很明显、很典型的崇祯时各个方面综合来看，很不错的一件作品。看那个诗文的吧。然后还有一件呢，也是同样出自义乌山房的收藏都是几十年没露过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几支笔筒全是生货全是生货这支呢是滕王阁对康熙笔筒之中的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品种，也就是满绘诗文那满绘诗文我们大家知道是它我们最喜闻乐见或者最津津乐道的那个品种呢，就是圣主得贤传颂就是我们基本上都落康熙官窑款西抄传古的这个方章，有青花的，有釉里红的。那现在单支呢，差不多呢在800万左右。圣主得贤传颂的笔筒是康熙时期最典型的满绘诗文的一个代表。那其实同样呢，这种满绘诗文我们也见过一些其余，比如像我手中的这支来写这道《滕王阁序》的这个满诗文是吧？对，这个是天下第一骈文。对，王勃的《滕王阁序》。对，整体的这种字的写法，其实这种小字儿现在呢，我们看到康熙的本年的作品，如果我们现在它这种诗文这种小字，现在是完全仿不出来的这类小楷书，我们所谓蝇头小楷，它的这种间加结构，它所写的力度，
包括他用当时典型的康熙的折青料的青花来去书写出来啊，通篇它的这种字里的这种行距啊，它每个字的这种力度啊、结构啊、间夹结构和它整体的一圈下来，它要进行一个很周密的一个设计，来确保它每一个行距都是同等好写满一整圈。这个笔筒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巧思的一个设计在的。那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一类诗文的通体诗文的笔筒啊，基本上很少能见到做的特别好的。那么就是如果是字儿，反正第一它字儿就写不了这么好，这可能画的还行，但你要当代人用毛笔写这种楷书字，用蝇头小楷来去写的，基本上是没戏，更不可能写的这么精妙啊。所以说，这种诗文笔筒呢，也对，还有这底部是这种文章山斗款儿。文章山斗，你说是一个很经典的康熙笔筒的一个落款儿，那经常出现在非常高级的一些康熙的一些笔筒的这种上面。那我们见过的只有高级的康熙的笔筒器物才会落文章山斗款儿，无论是人物的还是山水，还是大部分所见过的这种具有文人气的这种通体诗文的这个品种。所以我觉得，这类品种也是正因为它的这种第一呢是仿制比较难，第二呢是它的也是足以代表了当时康熙时期，我觉得应该是代表了一个御窑厂工匠的一个或者是最起码是一个文人来去亲自参与制作、参与书写的参与烧造的这么一类器物，也是因为此类的这些种种原因得到了很多藏家的青睐，就是因为这个品种它的一个稀缺度、制作的一个难度对，极具文人气最后说那缸吧。然后整个义汝山房部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一个崇祯的时期的一个卷缸这个卷缸呢，我们很负责任的讲，反正干了这么多年是没有经手过类似的，而且我也可以很对，怎么说呢，很诚实的来讲的话，这类卷缸无论是从题材体量、画工，应该算是在崇祯的这种卷缸，因为卷缸在卷缸里面算是最好的了，最出类拔萃的，应该是你要敢说它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这么一件器物同样的与之一模一样的一件器物，我们查阅资料呢，仅见到湖北省博物馆有一只一样的，那其余的地方包括两岸故宫，那包括一些其他的私人收藏，如果大家有知道可以陆续帮我们补充，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只见到湖北省博物馆有一只，但是其余的地方并没有，暂时没有发现。然后呢，我们再回归这件东西，回到头来本身的这件东西，其实它的从画工来说，就特别像那种明晚期的那种藩王定制的那类，就是什么赵府定烧的那类盘子的那个这种龙它是非常的洒脱的。你看它龙纹的这个，龙的这种须发，对，非常的。其实崇祯的龙，我觉得应该是贯穿整个明代和清代以来是最有特点的，而且是最凶猛的。对，它其实和唐代和宋代我们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这个《山海经》里的龙是非常类似的。这个鹿角，然后猪鼻，对，然后呢鱼鳞，包括它后面的这个龙鳍，像这个尖锥一样的突出，跟那种清代的龙完全不一样，就很凶的感觉。对，而且它的这个利爪就感觉非常有力道。而且它的这种龙发也是一种很飘扬的一种很高昂的一种飘逸的感觉，是完全区别于明代，像明代早期的龙也不可能这么画更甚至于清代的龙也不会这么画，只有在明代这个崇祯的时候，这很短的一段时间他才会把龙画得如此的这种飘逸，画得如此的这种威猛威严霸气，或者叫怎么来去形容它？所以对，这个龙是所见的是最霸气的，它和这个南宋时期陈荣的那个《九龙图》的里面的那种龙的造型其实也非常相近。对，而且这个时期其实特别有意思，崇祯其实是一个明代在
这个国家层面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一个时代，对。但是在瓷器上呢，其实又百花齐放。这下面这个海浪也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对啊，很热的。你看它龙，它也是云龙九线似的哈，跟陈荣的《九龙图》有很相似的地方。对，而且这个缸它其实尺寸正好，能做一个文人的一个岸上的一个小缸，不是那种特别尺寸巨大的龙缸。对，所以这件极有可能是，当年摆在某一位藩王或者府中书房跟皇帝岸上的这么一个卷缸。对，五爪龙，并且还是，而且我们每一个龙，你看这都是五爪。对，能够查到的资料，现在这种龙的只有盘子上，就这个甲物这个照服，这个对，有那种有五彩的，有青花的啊。相比来讲，存世量有一定的量啊，但是存世量也不大。但是画到这么飘逸、质朴、洒脱、龙纹的。文房的卷缸，我们从业了这么多年，我们经手和见到的，甚至于流通的海内外流通的，我们仅此一支啊，仅此见到。而且品相非常好。对，仅有一些爆釉口沿，因为口沿这一圈是不上釉的嘛，它是露胎的。那在里面呢，它会有一些爆釉啊。对，里外仅有一些小小的爆釉，1、2、3、4处爆釉，其余的地方都是完好的啊，都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一件极为难得的一件文房的一件器物啊，放置这种手绢呐来去使用的，对，真好这个，发色也不错，发色也好，而且像这种可能说是可以达到孤品级别的东西。很难说做到画工啊、青花呀、质量啊、釉面、胎呀都达到9分、10分以上。对，那这一件恰恰它的每一个方面，我觉得都达到了顶级的一种无与伦比的一种感，包括它云纹的一些云纹的绘画方式，它有2种云，你看一种是那种云遮住龙身的一个云，还有一种龙爪上所采的一种云，它2种云纹的绘画方式还都不一样，是吧？遮住云身的云呢，它是一种连绵不断、缠缠绵绵的方式来去绘制的。那它整个这个云纹，它又有这个颜色上的一个叫怎么说呢？就是墨分五色的一种颜色上的渐变，那所以产生了一种很有层次的一种效果。那包括它云纹呢，跟它龙身云纹又是一个以轮廓线条为主的绘画，龙身呢又是以一个轮廓加填涂的绘画。那以一实一虚一虚又展现了一个这种。云龙九线在这种天空中很神秘，但又在翱翔，但又是又露不露，又有一种龙的威严霸气的，同时其实又彰显了一点皇权，然后呢同时呢又兼顾了文人气质的这么一个绘画的一个艺术上的设计，我觉得特别别致。真好啊！也是整个义鲁山房收藏的这次给予我们展览的这几件里，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件，确实非常独特。不论是其实完全是不输一些清代的御窑瓷器。对对。好 ，OK， 八仙尊，拿八仙尊八仙尊嘛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一些别的看再拿一件吧，定窑什么？要不然给你帮忙，座上拿一下。哪个座？有一瓷座对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拿个盖瓶吧。然后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也是一件白釉的一个器物吧因为呢我们接下来最后压轴一会儿呢给压轴给大家呢呈现我们封面的那件作品。现在我们的同事再去拿在我们的独立贵重展览在拿这个过程之中呢，我给大家也是介绍一件我此次也是我个人比较钟爱并且喜爱的一件器物，就是我现在手中这件白釉的这个叫巴棱瓶
八棱瓶呢，它其实器成八棱，这整个器形啊形成八棱，它是一个正的一个八棱的一个造型，它其实完全不同于清代御窑的一个我们叫八方的造型，就像我们刚才介绍那只茶叶罐一样它这种八棱呢，其实是完全源自于佛教的礼器和用器的一个造型，因为我们见过你像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批越窑的瓷器，它也是呈现那个净瓶礼佛的净瓶，它也是八棱的。那包括宋金时期的佛塔和一些佛经，它也是八棱的造型。那其实那这个造型呢，包括它的双系也好，造型也好，体量也好无不彰显着这件东西它的对于佛教的一种礼佛上的一个用途和功效。那这个瓶呢，它是稀缺的是在于它还带一个圆盖带一个圆盖。那这个盖呢是属于一个荷叶盖的这么一个设计荷叶盖的设计整个在整体的器型上呢也是非常的别致就一个小小的盖子盖住一个八棱瓶的造型。对，就为了安全先把它摘下来吧。对底部呢是不施釉的，是沙底，是呈现出这样一个质感整体的这种造型呢我们在这个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只定窑的这种白釉的八棱瓶，可以与我现在手中这只进行一个直观的对比那然后呢，瑞士梅荫堂收藏了一只耀州窑的刻花的八棱瓶，也是带盖与我们现在手中的这件器物呢，它无论是造型和体量和它的这种曲线也都是如出一辙的，也可以进行比较。那所以呢，回归到这件瓶子来说，那我觉得也是一件传世非常罕见的这么一件白釉的礼佛的这么一件作品，而且品相相比来讲呢，也是保存的比较完整。那除了在瓶身上个别的地方有一些烧造的小瑕疵之外，那当然这都是它的应有的一些时代特征，比如说身上有一处这个斑，然后呢底部有局部的这种地方未施到满釉，但是呢整体的这种高级程度我们带上盖儿把它放在这上面它这种亭亭玉立的感觉，它的高级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体量呢不大不小，那可能也是算是净水瓶的一种摆在这种重要的宫殿前面进行礼佛之用，可能当时也有可能是成对陈设，但是我们现在无从考证这类八棱瓶也是一种比较重要的一个12到13世纪的这么一个礼佛的器物吧好，然后这件来了哈。好，那我们最后呢就给大家隆重的呈现和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眼前这件我们此次呢秋季的最重要的一件古董珍玩的一件作品就是我现在手中这件我们叫胭脂红地儿亚道洋彩这种就是叫八仙贺寿的这么一个大的灯笼瓶其实我们从镜头中可以感觉到它的体量是非常庞大的那这件灯笼瓶呢，它其实可说的就太多了就是给大家精简一些它比较重要的点来说吧。那就是第一呢，我们先从它的这个辅助纹饰上来说呢，它上下是以胭脂红为底儿，然后以亚道它的细节呢，它的背地子我们叫地子用针刻竹针亚道作为一个装饰，那上面又是以洋彩和描金。亚道这种装饰呢，其实是在清代所有的宫廷彩瓷里面制作工本最贵的一个品种这是亚道。而且这有明确的清代档案记载的它是属于最工本费和当时消耗的白银最高的一个品种。那其次呢，它的胭脂紫地儿又是在整个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洋彩器之中呢，也是属于无论是市场的这种稀缺度、存世量和我们近几年所见到的这个拍卖的情况也是最贵的。那包括我们在这个2021年所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那只有凤来仪的转心瓶，我们以2.5
2.6亿的人民币成交，同样它的福州纹饰也是以胭脂紫地儿压到我们与眼前这件，它的设色和工艺是一模一样的，是一致的。那只我们是卖了2.6个亿的，它那个是转心瓶。那我们这只呢是一个灯笼瓶。那灯笼瓶呢，但是我们虽然是没有2.6亿这么贵，但是它为什么能凸显它的性价比呢？它其实是在于它的身上的这个主题纹饰。主题纹饰呢，它是以我们叫八仙澄海贺寿它是这个八仙呢，骑着不同的这种手中持有法器，又骑着不同的这种动物来去在这种可能是在东海的这个海浪之上来去贺寿这中间有一个寿老来去这种贺寿的这么一个题材。那这个题材呢，我们其实更多的是鉴于烧造出来呢给皇帝贺寿来用的。那这件呢，其实是一个乾隆时期的作品。那其实当时烧造出来的时候，那一定就是为了给乾隆皇帝本人祝寿贺寿用的他在寿辰的时候，寿辰的时候呢，来特意指定的定烧来去使用，来去进贡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我们这只灯笼瓶呢，其实又套辖了2层贺寿的意思，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有一个明确的档案是在这只瓶呢是在光绪20年，也就是慈禧皇太后60大寿的时候，被崇礼这个大臣呢进献给了慈禧皇太后，所以说也是不光呢是在他刚出生的那年给乾隆皇帝庆了寿又在光绪20年给我们著名的这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人物这个慈禧皇太后庆祝了他的60大寿，而且呢是在档案中有明确记载包括它因为在我们这个底款之上呢有一个黄签儿卖的是当年的一个留存的一个记录，包括这个黄的签儿，大家能不能清楚的看到叫崇礼进15号这个崇礼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大臣，他在晚清时期呢，他是叫清仪园的院丞，也就是现在颐和园的院长这么一个职位。那当时呢，他在慈禧60大寿之前，花费了2000万两白银，把这个清仪园重修了一下。重修完了之后呢，更名为颐和园，然后为了给慈禧来去庆生。那颐和园呢修缮完之后呢，他可能这件东西他又进贡给了慈禧，以讨这个慈禧老太后的欢心。那从此以后呢，他就官职一路高升他现在他的宅子就在东四6条就在我们公司旁边，就在东四6条。它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3000多平米的一个宅子，它这个大的有点夸张它可能就比这个恭王府要小一点的这么一个晚清时期极其重要的一个大臣，他当年进献给慈禧皇太后的。那我们再回归到东西上来说，你看八仙整体的这个纹饰，这中间有一个寿老。八仙呢人物呢，他的这个神态各异因为在绘制于海浪之上的八仙其实是很少见的。我们大部分见过的八仙都是这种传统的设计，那整个是在浮于海浪之上踏仙而来，有踏着荷叶莲叶，有这个骑驴张国老那个是吧，盛茶的，对，盛茶，然后有柳树枝，然后呢这是有骑凤。那整个呢它的整个的设色也好和它的设计也好，都是绝对区别于传统的清代同时期乾隆同时期的八仙题材它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可能也是乾隆甚至于乾隆的60大寿七旬大寿的时候来去专门定烧设计的，因为它一定要别出心裁才能讨到老皇帝欢心嘛，对吧？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对吧？然后包括它每个人的绘画的大小也跟传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整个的灯笼尊的体量在这摆着呢，所以腹部的这个八仙每一个八仙人物的这个体量相比来讲也是比较大的。那比较大的那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它绘画的会更精致一些，它的整体的衣物的设色，因为每一位仙人他衣服的设色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手中所持法器，那与法器所产生的一个使用中的一个动感的一种效果，都在一个静止的画面上给大家呈现的非常的生动，非常的立体，
啊，包括它地子上的这个所谓的地子上的这个海浪的这个浪花，白色的浪花跟波涛汹涌的这种海浪的这种气势，满海浪的气势啊，也都给这种八仙啊来贺寿呢提供了一个气氛上和就是氛围上的，我们现在叫氛围组是吧？有这么一个词儿，在氛围上的一种极其喜庆哈，极其这种欢愉欢闹的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啊。是吧？包括汉钟离，你看他这种用釉上的这种矾红来去绘就他的这种衣袍衣物，是吧？然后他你看这个仙人，他又是以一种很细腻的穿着一种梅花，是吧？松竹梅看了吧？他的衣物又是以松竹梅、岁寒三友的一个纹饰来去绘制他衣物上的一个纹饰，采荷叶，然后这边汉钟离采着莲瓣儿然后他的这种草鞋也都是一丝不苟的绘制而且不单是张国老人物上的一些精致的这种体现，包括它这个山石的这个上面的悬崖上的树，对升腾出的这种云气，对，用这种料彩的这种光影结构展现出来，感觉好像是有这个云气升腾的那种感觉。对，极其难得的一件完完整整的一件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的定烧的一件作品而且你看它肩膀的地方，你看镜头往上移，松绿为地字，对，松绿为地寿字描金寿字，这也是祝寿的一个很典型的设计的主题。所见同类的呢，我们仅见到台北故宫有2只与之可做比较的。那腹部的也是这个绘制八仙然后上下的这个设计呢，与我们现在这只八仙尊呢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但不是完全一致不是完全成对儿。北京故宫呢有一只尺寸呢略小一些，但是它的造型和它的纹饰虽然都是绘制八仙，但是造型纹饰呢跟我们现在这只瓶子它的差距会稍微有一些差距略大一些，比较传统的那种灯笼瓶，对，并不是这种洋彩绘制的这种灯笼瓶。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我们手中这只灯笼瓶，无论是在体量绘画的精度，到它的历史背景人文背景和它的整体的我们叫稀缺度来说，都是在收藏乾隆洋彩之中，我觉得是仅次于篆心瓶的一个品种了仅次于篆心瓶。那收藏乾隆彩瓷也好，或者甚至于乃至整个中国陶瓷历史上一个最璀璨的一个明珠，那也就是我们清代乾隆时期甚至于乾隆中晚期所喜剧烧造的这类御窑作品庆寿作品。那我觉得应该是万中挑一的一个能拥有此类收藏，我觉得是除了篆心瓶之外就是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了。而且这一个还带有一个原装的一个底座，而且也是瓷制的。对，底座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这个在当年呢光绪20年的清宫档案里面，它就写着有叫随瓷座，当然这个瓷座呢也是乾隆时期有落款也是乾隆的青花款的。珊瑚红地描这种金银彩的，不是纯金彩的，上面有一些黑色这种氧化的这种银彩，特别罕见。还带托尼然后呢，如意足带托尼，它的如意呢又跟我们瓷上肩膀这个如意形成一种呼应它也是当时应该是不一定成套但是能够有这种瓷座搭配如此高级别的御窑器物的话，我觉得也是十分难得的一件事儿了。那我们所见到的传世的呢，山中商会呢曾经有一个康熙的龙缸，也是随的这种珊瑚红仿这种就珊瑚红加金彩的瓷座，所以这一类瓷座呢，其实在乾隆宫廷或者整个清代宫廷里面还算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但是呢是一个存在有的一个搭配然后包括养心殿呢有档案明确档案记载，在凡是陈设在养心殿的器物俱要配座。那他当时所配的座，那一定就有囊括瓷座和木座和各式的材质的这类座。那陈设在养心殿里面搭配
这种陈设的器物来去使用。那这件呢，我相信可能就是也有可能啊，我们不敢说是原配，但是我觉得极其有可能是当时进贡给乾隆皇帝祝寿为用的时候，那他可能随着皇帝的喜好，他配了一个瓷座，一起进贡给皇帝，就是进贡给乾隆皇帝来去使用的。因为上有所好，他自己住的养心殿就有明确记载，他所有的器物都要配座嘛，对吧？所以你光进贡一对瓶子可能是有点单薄，所以这个瓷座呢也是有这个可能是原座的，但是我们不敢完全讲。我们把这个瓶子放上去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放在座上的一个直观感受。放上去，慢一点啊。对，对，整体的这种造型，你看，它就更加高挑一些，而且它的底部呢就会更沉稳一些了，是吧？拿镜头可以稍微的变化一下哈，各个角度给大家展示一下。而且呢，它上边的这种胭脂红彩胭脂紫地儿，又跟底下的这个珊瑚红地儿形成了一个呼应啊。它是下面的这个珊瑚红地儿，它会略亮一些，它的这种红色；上面呢，其实会更加的，因为胭脂紫嘛，胭脂红它会更加的深。这种瓷座之上呢，又有一种给人一种很敦厚、很踏实、很稳重的感觉，然后托起整个这个东正尊，我们叫江山一统尊。那其实，在清代的这个档案上，它也表示了这个，可能当时给乾隆祝寿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江山一统、国泰民安、国家稳定啊，那富强啊，这个昌盛的这么一种很吉祥、很富有这种是吧？很美好的一个寓意。对，综合我们这件瓶子的所有的这种工艺啊，与清代的御窑，我觉得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件作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既有祝寿，又有吉祥寓意，器型呢又有这种国泰民安家国永兴的这么一个很综合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寓意的一件作品也希望呢它能给我们这个展览是吧带来这个增光添彩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此结束，好吧，谢谢大家。